随着3C 产品的使用率越来越普及，许多人的眼睛偶尔会有症状。现在呢，黄斑部病变的症状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谈呢，中医如何治疗黄斑部病变的症状。很高兴邀请到郑秋霞医师来到节目现场。郑医师您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使用手机的频率也比以前高很多，也不只是老年人会有黄斑部病变的症状，现在也越来越有下滑的一个趋势嘛。那黄斑部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构造？为什么会病变呢？其实我们的眼睛啊，就真的像一个照相机一样。我们这边有一个模型，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这就是眼球哈，外面这个是眼球外面的肌肉，那里面呢？我们打开啊，第一个看到就是水晶体，那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玻璃体啊，这是玻璃体，整个墙壁都是底片，也就是视网膜。那黄斑部就是在这个底片的正中央 ，OK， 所以它面积挺小的嘛，对不对？对对对，也就是它视神经出来的地方。那这个呢地方呢，是我们视觉呢最敏锐的地方，我们的光线从外面这样直接进来，大部分都落在黄斑部。黄斑部这边如果产生病变，它的成像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造成它会病变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年纪没有错哈，那第二个就是说眼睛太过度的疲劳，很多熬夜追剧啊，或是夜间工作的人。他眼球表面都会有很多的血丝，这就是一种充血。那这种充血如果太极端的话，就会产生血管的增生。那血管增生太极端，它就会产生血管的破裂。那会有一些渗出物，会有一些淤血，还有一些淋巴液，都会在这个地方聚集，那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视神经，还有上面的一些成像的一些黏膜组织。所以呢，黄斑部病变呢，跟年纪为什么比较没有关系？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用眼过度，另外就是说偏向比较燥热的饮食，早上吃个面包，喝个咖啡，是非常康忙的事情。我们人只要有火气的时候，你吃了这些比较上火的东西，那有火气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就会产生一种组织的肿胀。那如果它的这个火气刚好集结在这个黄斑部这个地方，产生这个地方组织的肿胀，血管的充血淋巴管也在这个地方有充血有渗出，就会产生这个地方的压力增加。会有哪些症状是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知道说，这可能就是黄斑部病变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它的症状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常会被忽略。是，你看它初期的症状，它的直线看起来是弯弯的，看起来会有一点弯曲，可是有时候你会忽略，因为黄斑部病变它有时候是只有一眼，所以你另外一只眼睛可能会来补偿另外一眼睛。接下来呢，就会产生一些视力模糊啦，或者是说视野的中心异常。什么叫视野中心异常？就是说你在看一张白纸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视野中心的一个黑点，可能刚开始是很淡很淡的一个黑点，而且很小点。随着你的病症的变严重呢，它就会越来越深，范围也会越来越大。所以一定是在视觉的中心点就对。OK， 那另外就是说，有的人会产生那种看色彩呢不太那么鲜艳，那这个都是比较后面的症状。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呼吁说，如果你有一点点这个症状，你要么就先去检查，要么就要先保养。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黄斑部病变症状，它会有所谓的急性跟一般正常，就是说会不会是突然间很严重？这个就把它分成2大类一种呢就是干性的病变，也就是随着年纪所产生的这个沉积物，或者是说它的组织变得比较肥厚，那压迫到这个地方的视神经。所以呢，这种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尤其是干性病变的话，是因为气血虚弱、肝肾阴亏。所以在治疗的原则呢，我们就要滋补气血、清肝明目、去瘀利水，因为它也是有一些血路不通的现象，所以也要用一些去淤血，把一些水肿利掉。我们就用滋肾明目汤。因为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难治疗的病变，但是并不是说办不到，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来保养的话，事实上是可以让我们的视力还有我们的整个循环能够达到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状态，不会产生那种
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眼睛的保养的确很重要。对呀，那医生您刚刚讲说这个是因为是老化的，那比较严重的就比较可能现在大家会轻忽，也年龄层下降，就是所谓的湿性的病变嘛。对，湿性病变呢，它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它是火气大，也就是说肝肾阴虚，会阴虚就表示说他没有好好睡觉，他阴气补得不够，灼伤脉络，也就是说他这个静脉的血管增生，局部呢火气会伤到我们整个的神经丛，然后呢血液呢就会溢出这个络外，跑到血管外面，产生血管增生。在治疗的原则，因为它很简单，它就是火气。火气的话就要泻火、凉血、止血，还有化瘀消肿。那我们所选择的方子呢，就是用黄连上清王。我们现在就是要呼吁大家，就是说现在大家用眼实在是太多了，眼睛的保护实在太重要。这里面呢有很多药都可以防范于未然，不要等到症状很严重，只要你觉得说，你有一点点上火的现象，眼睛有一点点视力模糊，或是容易疲劳，你先不要管你是不是黄斑部病变，你就先做一些防范。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药一起呢？因为中医呢，我们希望就是任何的药都不要单用独用，这样子让每个药的这个副作用都减少到最低让它的整体的这个疗效呢可以营造到最高。是，这个就是中医的优势，我们可以为患者呢量身打造。是。那么呢，黄斑部病变的这样的症状，一般医师会有针灸的治疗。那医生通常会有哪些穴位呢？最常用的就是局部的取穴，就是在眼睛的周围。那这些穴道呢，效果很好，像这个睛明穴、喘足穴、鱼腰穴、丝竹空、太阳穴、童子髎。那我们通常是会选四白，那承泣穴真的太严重才会选。这几个穴道呢，除了说针灸之外，我们还会再加电针，增加它的刺激，这样它整个血液循环会比较好。血液循环好了之后呢，这些血管呢里面如果说有淤血呢，就很容易被消散。也可以自己来做一个指压。不管你是任何的眼球的病变，这几个穴道呢都可以用我们的双手。那在指压之前一定要先洗手，那双手呢先搓揉个10几下，让双手变温暖，然后再来做局部的穴道的一个指压。这个可能每天大家早上起来也可以按一按啦，对，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回神。其实你在每个工作小的空档，如果有点疲劳，赶快指压一下。那我们有一个特效穴叫做光明穴，这个穴呢对眼睛呢有特别的疗效，在这个外踝上面的5寸。那因为眼睛呢它是肝、肾、脾3个跟血液还有水分有关系的经络呢都有相关，所以有一个穴道呢刚好是这3条经络的一个交汇，叫做三阴交。它在内踝上面3寸，就是4个手指的宽度。那另外呢，在手上呢有一个合谷穴，我们常常说面口合谷收，就是只要是脸部的任何的问题都来找合谷穴。另外呢，在背部呢第9胸椎下面的这个肝腧，那第11胸椎下面的这个脾腧，还有第2腰椎下面的这个肾腧肝、脾、肾，这个就是我们3个阴经，这3个跟眼睛很有相关的内脏所属的这个穴道，我们如果常常给它做按压啦，对我们整个眼睛的通畅度都有帮助。是，那今天医师也要分享，不管是干性还是湿性，都有各一道药膳。针对干性的话，我们有一个枸杞、莲藕、红喜菇药膳。枸杞本身是很好的食材，像这个莲藕呢，它有补血、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它含的铁质很高，因为它是凉性的。另外就是红喜菇本身呢，它有很多的皂苷。我们先把枸杞呢泡水泡10分钟，莲藕去皮用果汁机打成泥，然后呢先放水跟莲藕，因为莲藕有比较难煮一点点，那先把它大火加热，转中火煮10分钟。再把红喜菇呢跟枸杞一起倒入，再煮一下下就好了。它可以改善眼睛的干涩，可以让血流呢
更加流畅。是，那我们请医师来试吃一下，今天我们也煮起来，非常的这其实大家可以漂亮看到那个汤啊，那个汤头其实就是有一点稠稠的那个感觉，跟我们一般清汤是不一样的。其实莲藕打成泥反而没什么味道哎，对，跟我们一般吃莲藕不太一样吼。对，因为一般的话你要煮稍微比较久一点。是，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湿性的黄斑部病变要提供给大家的药膳，是一个白茅根玉米须绿豆汤。白茅根是可以止血凉血，那玉米须是可以利水，那再加上绿豆清凉降火的。吃起来呢也是非常可口，重点是有助于眼底的水肿，还有淤血血管的增生，让它能够消肿，让血管呢慢慢的萎缩掉。在夏天喝也蛮好的，刚好排利水，比较不会胖嘛。没错。那医生您在临床上啊，治疗的结果是怎么样？有一个差不多40几岁的一个患者，他来的时候那个眼睛就是很红，然后他已经被诊断成湿性的病变。那他是一个照相馆的老板，他那个视野不只是有黑点而已，他常常会非常的模糊，看不太到东西，就是快要濒临这个失明了。那我们给他吃的时候，就是药粉加水药，还有针灸。那大概治疗半年呢，他的症状呢才慢慢恢复，目前都还在治疗之中。是，那针对黄斑部病变的平日的预防有哪些预防的方式呢？第一个，减少眼睛的疲劳。第二个呢，就是说让我们的黄斑部呢不要让那么多的这个光线呢来伤害它。所以现在有很多绿蓝光啊镜片，或者说我们的手机啊，现在都有一些减少蓝光伤害的一些装置。第三个，能够补充一些叶黄素啦、类胡萝卜素啦、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E 啊这些，像鸡蛋本身里面的这个蛋黄有很好的叶黄素。那像这个南瓜，它有叶黄素，它还有维他命 E 哦。甜椒呢，它这个花青素很好，花青素跟叶黄素都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视网膜跟这个黄斑部。那这个胡萝卜呢，它本身有这个胡萝卜素，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的青菜。青菜呢本身里面有很好的叶黄素、花青素，那很多维他命 C 都有所以说也是要鼓励大家多吃青菜。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